元朝末年，天下大乱，一位亦正亦邪的少年奇才，搅得江湖血雨腥风。直至八大派高手尽出，才将其擒获。张襄阳，半年来残杀江湖各派1000余口性命，罪孽滔天，人神共愤。此子不简单呐，以一己之力独占八大派高手，若非被华山派2位长老偷袭，将其擒获都难。只可惜，如此武道奇才，竟落得如此下场。自当年绝情谷英雄宴之乱后，武林还是头一次引发这么大的动荡。如此十恶不赦的魔头，擒获后杀了便是，何须如此兴师动众？哎，此言差矣。张真人既领袖武林，自应亲自出拳，扩清寰宇。行了行了，都别装了。7大派齐聚武当，不就是为了请张真人用太极观心术逼问这魔头屠龙刀和九阴真经的下落吗？哼，2个老狐狸还在这里演上了。师父，今日之事可否要通知董事伯？你董事伯已隐世10多载，江湖纷争之事就别打扰他了。说来也奇怪啊，这魔头杀人无数，大派弟子近乎都遭过他的毒手，可唯独我武当、丐帮和峨眉3派弟子，他却只击不杀，真不知是为何。原以为重生到这个平行武侠世界，作为襄阳郭家后人，又有2位名师教导，便能笑傲江湖。可谁曾想，这才20余载，就要命归九泉。2位师傅、奶奶，抱歉，让你们失望了。阿弥陀佛，张襄阳，儿可认罪。我不认，死到临头还嘴硬，耳畔再来，连挑嵩山、华山、屯伦、少林、全真5派分舵，分寺、烧庙、毁宗，形势狠辣，尤胜魔道，恶贯满盈，罄竹难书。今事实既在，而还想抵赖不成？我杀之人都是该死之辈。中原大地，天灾不断，哀鸿遍野，尔等这些自诩名门正派之辈在做什么？窝里斗，穷耍鹤，这些也都罢了。可各城百姓民不聊生，一子而食之时，竟纵容媒人跟着袁廷搜刮民脂民膏，强盗匪寇火烧村庄，强抢民女之时，你们又助纣为虐，逼死万余人，大言不惭，称这世道就是杀人放火金腰带。像这种江湖败类，张襄阳见一个杀一个。若此言属实，那这些人确实罪该万死。身为正派子弟，却做着残害百姓之行。这件事啊，老教皇我也听闻过不少，诸派或多或少都有弟子参与其中。管教不严，那就别恼他人管。若其中还有我丐帮弟子，我老乞丐也定不轻饶。帮主，您还是少说几句吧。放肆！这杀人狂魔无耻之徒，死到临头还敢公然指骂我8大派！骂你们怎么了？助纣为虐，无恶不作。尔等就是这样自诩名门正派、侠义之辈。张襄阳，莫不是以为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侠义之举？当然。阿弥陀佛，如此，贫僧不再多费唇舌。张真人，您领袖武林，今日7大派齐聚武当，公审魔头，还请您主持公道。尔等今日齐聚武当，不就是想让我用太极观心术洞察此子技艺，好找寻神兵与功法吗？这其他的做甚？正好我这观心术已修至大成，今日便如你们所愿。传闻300年前的逍遥子神功已修至有实反虚，同化天地之境，不仅能纳天下内力为己用，更可一念摄人心神，于精神虚空中另辟天地。不知比起我这后学莫尽所悟，孰强孰弱？张真人，若此子所言非虚，那便罪不至死，废掉武功即可。他可承受不住您的功力。灭绝老尼，丁某出口，此子辱我嵩山，杀我弟子，毁我分舵，如今又公开指骂，我等清誉，岂是废掉武功就可了得？是嵩山掌门好生放肆，竟敢辱师傅！
那你想怎样？张真人既已答应用太极观心术洞察此子过往记忆，不在他死之前找寻出屠龙神兵和九阴真经的下落了。左掌门所言不错，张真人的神功既修至大成，正好可以让我等借此追溯此子的所有过往。这样一来，杀他不也顺理成章？哎，好了好了，都别吵了，张真人要出手了。师傅，世间真的有追溯过往记忆的神功吗？方才张真人所言非虚，那逍遥子前辈实力早已超脱宗师境，其修炼北冥神功的传承篇中就有此术，不仅能求魂困念，洗涤他人功法记忆，还可将自身记忆功力强行拉扯灌输。太极观心术反其道而行之，便是借用了此理，只不过此功催动后，此子便没有秘密可言，过往诸般因果皆会呈现在众人面前。若所言非虚，还可商议；倘若有隐瞒之事，又或者一丝一毫有违侠义之事，今日必将死无葬身之地。没错，八大派高手皆在此。张向阳若没有张真人这等宗师境巅峰实力，必死无疑。张真人领袖武林100年，性格火爆泼辣，一身光明磊落，他拿什么跟张真人比？还真会抬举他。此等魔头，竟还和武林领袖张真人还是同姓！哼，我恨，可恶！小子，他们说的话你也都听见了，你可考虑清楚，是否要说出真相？现在还来得及。我半生仗义行侠，做事全凭问心无愧，方才所言尽是真相。好一个问心无愧，这性子与我倒颇为投缘，只可惜已没有任何退路了。太极观心术起！叫后门可惜，待会必要断其四肢，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就算他所言非虚，可以带到自己危机时，抓住其中一点，再逼问神兵和秘籍下落，堂正正。小子，今日这一切就是为你设的局。小孩儿啊，吃吧。哎呀，慢点吃，别噎着了。这是林老头，别让孩子跪着了。那不行，这是老朽第3个弟子，亦是最后一个，礼仪上不得有失。小屁孩，你有名字吗？你既拜入我门下，自今日起你就叫张襄阳吧，跟你二师兄张三丰一个姓，去给你2个师兄磕个头吧。襄阳叩拜二位师兄。刚才我说到哪儿了？说到我的2个师兄天宝和君宝师从绝远大师，从小在少林寺一起长大，情同手足。后来他们因触犯戒律，被逐出了师门。下山后又遭援兵围剿，多次险象环生，又多次被我和你秋雪师傅救下，为师帮他们治伤，传他们功法，令他们悟道，才有了现在刚创立的当派。哇，我以后也要像师兄们一样厉害。小襄阳，
你要记住，行走江湖，当你侠义为先，无论所遇何种困境，也万不能抹去心中是非，不可因世道混浊，便堕了咱们这一脉的家门风骨。待你日后见到你2位师兄，一定要像敬重为师一般敬重他们，明白了吗？师傅，我们回来看您了。师傅，我们回来看您了。拜见师公。这么多年一直惦记着这一口呢。慢点吃，别噎着了。在弟子面前出一点形象，一把年纪了，也是一派掌门，稳重一些。给你们。哈哈哈哈，这是老道新收的徒弟。师兄，这孩子为什么我总觉得有些熟悉，好像在哪儿见过？不会这么巧吧？西川巨子相隔千里，或许吧。啊，这情况不妙呀！这魔头怎与张真人扯上关系了？我曾听师傅最后提过，武当二圣曾受神秘道人以秋雪女侠的救命传功之恩，方有日后武当之开创。哎呀，按这局面，此子岂不成了张真人的同门师弟？此子岂不成了张真人的同门师弟呀？天哪，这张真人的师弟！怪不得此子能在如此年纪以一己之力独占8大派高手，原来是那位神秘道人的关门弟子，武当二圣的亲师弟呀！怎么会这样？该死，这下难办了！慌什么？这才哪到哪？此子天生性恶，杀人如麻，接下来干出弑师之事也犹未可知啊！没错，他定是干了什么大逆不道之事，则为何这些年从不亲身来武当相认？快看，援兵出现了！既然你老不死的不愿说出神兵与秘籍的下落，那便去死吧！师傅！大人，里屋并未找到屠龙刀和九阴真经，杀尽方圆10里之内所有百姓，万不可留下什么把柄。小象牙，带上俺阁下的东西，去找2位师兄。师傅，你醒醒！师傅！这群江湖败类、武林垃圾，竟勾结援兵，残杀如此多的无辜之人，行径比魔教还可恨！师傅，他……你就是师傅当年收的那小娃娃？是，想不到此子竟与我师父师伯有如此关系。怪不得先前嵩山、华山、少林3派叫喊的最凶，原来是想杀之而后快，想要灭口啊！没想到20多年前还有这么一出骇人听闻之事，这次他们3派算是贴到铁板了。虽过20多载，
可三派勾结援兵屠戮百姓，此行仍罪不可恕。张真人乃性情中人，极其护短。这张襄阳又是其唯一的小师弟，看来今日之事并非没有转机。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看见师傅他老人家如此动怒。三派杀我师祖，勾结援兵屠一镇百姓，如今又将我等张襄阳师叔打成重伤，此事怎能善了？我恨不得将他们的前掌门挖坟鞭尸。张真人，先前注释已过20余载，冤有头债有主，况且三派先辈早已过世，此等仇怨不该强加在我三派先辈身上。阿弥陀佛，本真师侄所言不错。张真人今日乃为审判张襄阳，罪孽无法相抵。即便您与其有救，为前世要向我三派后辈讨要说法，也必排在此事之后。对，一码归一码。张真人既领袖武林，还望不要当着众派之面厚此薄彼啊！哼，我三派贤辈们或有昏昧，可这并非能抹去此子弑杀之实。此子生性残暴，罪孽滔天，武当如若坐视不理，只怕难以服众吧。哼，老夫做事还轮不到尔等这些杂鱼烂虾来教。是非黑白，老夫自有公断。若他真做出十恶不赦之事，武当上下绝不包庇。可若是诸事皆有缘由，那老夫说不得也要为我这小师弟向尔等一一讨个公道。这张真人似是要包庇，快去请你封师祖。今日有变，速去山下请你师祖现身。张真人，眼下公断还为时尚早，何不继续探看？老夫也想知道，此子到底因何敢屠杀数千人？若仅仅只是因弑师之仇，只怕说不过去吧。若仅仅只是因弑师之仇，只怕说不过去吧。何止说不过去？弑师之事，我全真教与昆仑派自始至终未参与其中，可他却屠我诸多弟子，犯下累累杀孽。今日若不了断，我各派岂能善罢甘休？说得好！诸位且想，此子年幼失户，父母师父皆已遭害，可多年来不仅不上武当认亲，又修得一身本领后屠戮江湖各派，这是何缘故？是啊，又是遭诸多厄运，纵使双亲与师父留有秘籍心法，无人指点自行参悟，怎可能在这般年纪便达化境后期？那还用说吗？一无门第出身，二无师神指点，若非百年不遇的武学奇才，那便只能早已投身魔教，得其秘传。阿弥陀佛，这般想来，便说得通了。师傅，难不成他真是魔教中人吗？很有可能。嘿嘿，有点意思。现已查出此子与武当渊源颇深，若是再往下挖，只怕申氏门第后续师承都会一清二楚啊！我想起来了，哼，灭绝老尼！这小子被我派长老偷袭时，曾下意识施展过峨眉身法，且其修炼的基础内功隐隐有峨眉九阳功的味道。他该不会，哼，是你偷偷收的徒弟吧？是你偷偷收的徒弟吧？哼，怪不得当时察觉熟悉，想不到竟是峨眉身法。众所周知，这峨眉九阳功乃国香女侠听觉远大师诵读《九阳真经》部分经文后，融会自身所学所创，而峨眉身法更是你派不传之秘。如此说来，除了魔教外，你峨眉派定逃脱不了干系。放屁！若是贫尼弟子擒获之时，我峨眉有无数机会可助其逃脱，又怎会让此子出现在这祭台之上？住口！休要再逞口舌之争。小襄阳既是我武当之人，那老夫自会给所有人一个交代。可倘若我这小师弟是被冤枉的，那尔等今日也休想离开武当山了。没长眼睛吗？
弄脏了老子的新鞋，弄脏了老子的新鞋。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师兄，你这鞋价值不菲啊，必须让他赔钱。这是昨日窦家婆施舍给我的，求求你们不要拿走。哼，屁施舍！说，你师父是谁？是不是哪个魔教妖人教你的？看什么看？都他妈活腻歪了是吧？我等是嵩山派弟子，再敢非议就杀了你们，还不快滚！他娘的，附近几处小镇怎么一个人都没有？那还怎么给朝廷征税呀？哟呵，嘿，正愁找不到附近的住户呢，却不曾想在这破庙里遇到了一个小乞丐。哎，小子，乖乖告诉大爷们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否则……我也是赶路的，我不知道。哎呀，还不说实话！小子，没看出来还是个练家子。说，你师父是谁？当然是江湖不入流的小门派了。只有不入流的师傅才会教出这样不入流的徒弟啊！不准你们侮辱我师父！哟呵，还敢顶嘴！哎呀，那我们华山派弟子今日就替你那个没用的师傅教育教育你。行了，都住手吧！要是把这小子打坏了，我们上哪儿征税？小子，你方才说你也是赶路的，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要去武当山。武当山距此还有上千里地，你就算是走死也走不到。兵爷，我瞧这小子好像真是路过的。小子，想不想吃包子呀？我不要。瞧你也饿坏了，这样吧，你骂你师父和师兄几声，这包子就赏你了。你们闭嘴！奶奶，师父，小羊好冷，好疼。小羊好想你们，为什么他们都欺负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这就是尔等自诩名门正派，自诩侠义正道所做之事。师兄，既然他们口口声声要公道，想看我的罪证，那便让他们看个够，看个明白。好，所有武当弟子听令，即刻封山。在所有真相水落石出之前，谁也休想擅离武当山半步。难不成张真人真要为此魔头对抗整个武林？哼，想要鱼死网破，凭张真人一人可远远不够。哎，慌什么？此子是受了些磨难，可这也不能当成他弑杀之本。不要因此寻我几派麻烦，我等也不怕。哼，祖师已经在来的路上，无论结果如何，当今日留不住我嵩山。没错，公道自在人心。若张真人不分黑白就动手，那日后武当也定会成为武林公敌的。哪儿来的小杂种，快滚！道长，行行好，
我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求你能给口吃的，带我到了武当山，定会感谢道长救命之恩。武当？小子，先前的发霉的馒头可不是让你白吃的，手脚麻利点，洗完马桶就去砍柴，别不知好歹。白通师兄，你看这小子像不像在泥地里打滚啊？喂，小子，听白凡师兄说你是一个人要去武当拜师学艺是吧？哎呀，没家人教的小孩去武当学什么武功？来，说我全真教天下第一，也在上你啊！我双亲是早亡，可我有奶奶，我有师傅，还有师兄。哎，还敢顶嘴，看来是教训的不够啊！硬气到喝屎！告诉你，我们几个也是被家里人抛弃才送上山的，你凭什么不认命？区区杂玉院弟子争斗，不过是魔力心性罢了，哪个大门派没有？上层岂能事事知晓？大惊小怪！放你娘的狗屁！此等情境与魔教何异啊？莫非你嵩山也是学全真教如此魔力弟子的？这孩子幼年时为何不来丐帮呢？武当山高路远，可我丐帮乃天下第一帮，无论到哪儿，也总会有你容身之地啊！这是要去哪儿？少废话，跟着官爷们走就是了。这小娘们儿要水灵了，今晚你就跟爷睡吧！啊！官爷，求求您放过小女，小女已经许了人家，求求您了！这，爹爹，爹爹！兄弟们，这村的姑娘不错，那就照老样子，杀光、抢光、烧光，鸡犬不留！原来各大门派都在私下勾结援兵，到处屠戮百姓，横征暴敛，奸杀掳掠。我的父亲、母亲、师傅都是这样死的。他娘的，这小子竟然敢杀官爷，简直活得不耐烦了！兄弟们，抓住他，将其碎尸万段！采宝粮食抢干净后杀进此处，假造成匪患，懂？官爷放心，我等明白。如此这般，武当山暂时不去也罢。此魔头怎突然不去武当，跑来这已成废墟的襄阳城？当年国靖大侠与黄蓉女侠夫妇死守襄阳，只可惜最终殉城。此番举动到现在都令人深感钦佩啊！当年襄阳城破之时，郭襄师祖身在西川赶回时，已为时已晚。师傅，徒儿认为他这是来寻根脚了。我只是猜测，一个人自有经历这么多事情，又亲眼见证了各种残忍和血腥，那在他逃亡之后，第一时间会想要去哪儿？自然是回家。回家？先前此子在回忆中曾多次提到奶奶，莫非他幼时沦落街头，被灵道人收留之前，其实来自襄阳？接下来，只怕他的出生门第与后续师承都要被揭示了。
奶奶、爹、娘，阳儿回来了。孩儿没用，不仅没能保护想保护之人，也未听师父遗言，徇亲舞当。这些年，孩儿所过之处，到处哀鸿遍野，各地百姓受尽欺辱。那些名门正派之人，不仅视而不见，还纵容门人跟着袁廷横征暴敛、天眼掳掠、杀人放火。两位师父养育孩儿多年，孩儿虽未曾告知他们身世，但他们待孩儿如亲人，此等血海深仇，必报。嵩山派、华山派、少林派，他们一个也逃不掉。至于那些纵容门人、跟着援兵残害百姓的江湖败类，孩儿要个见一个，杀一个。郭襄阳，郭襄阳啊！郭襄阳，父子4岁拜师之前，竟是姓郭。他竟是郭襄女侠唯一的孙儿，是郭靖大侠和我帮黄蓉先祖的后人。天哪！师祖唯一的孙儿，竟然还活着！他是董师伯。董师伯提前破关了。是董师伯，董师伯提前破关了。恭迎董师伯出来！娘的，欺负小襄阳的人，今日都得死！这是陆地神仙之境！天哪！武当后山竟还藏着如此人物，超出大宗师境界的陆地神仙！天哪，那只怕是江湖第一人了。这一刻怎么办呢？糟了，此人竟比张真人还要强，只怕是此刻师祖赶来也护不住我等了。这次可真惹上大麻烦了。哎呀，谁能想到此子不仅是武当二圣的亲师弟，现如今又成了襄阳郭家之后。该死，踢到铁板上了！这等身份，即便是个凡夫，只怕整个江湖也没人敢动他呀。小襄阳，这里发生的一切我都看到了。你真是他的孙儿？是。这世间怎么会有如此之事？这是他的东西。这孩子父母皆死于援兵手中，我寿元将尽，日后恐无法再护他成长。放心吧，我董天宝对天发誓，必定视他为己出，纵使拼上性命，也必护他周全，将他养育成人，佑他一生平安。唯一心愿，
便是希望他健康快乐的长大，远离江湖的血影纷争。坠儿年幼，恐日后忘却其出身。这手镯乃我郭家信物，让他贴身带着。若他日他能重回襄阳故土，也算是认祖归宗了。毕竟他是我郭家最后的血脉。当年离开川境后，我们二人欲带孩子前往武当山落脚，可却因一时疏忽，孩子竟在闹市之中丢失。孩子呢？孩子呢？此后几年，我寻遍天涯，一无所获。此事成了我这一生心头最深的一根刺。我和俊宝彼此怨责悔恨，这愧悔啃噬了我们整整24年了。哎，苍天弄人呐！当年在师父小院相见时，便觉得眉眼熟悉，却怎么也不敢想，你会是我们弄丢的孩子。哎，是啊，你那时已经快8岁了，我们只当你是师父从外带回的孤儿，未曾多问。如今想来，悔不当初。我幼时记忆混沌，只依稀记得自己是郭家后人，其余皆入岁末。当年相见，我也未能认出你们，抱歉。这不怪你，从走丢到重逢，相隔6、7年，山河远隔，容貌已变，认不出才是常理。萧襄阳啊，即便你幼时记忆不全，不知诸事，可自师父遇害之后，你为何宁可独自漂泊，也不来武当山寻亲？你可知我们一直都牵挂着你？抱歉，让您二位担心了。我身负血仇，所行之事皆在刀锋之上。若我来武当，今日台下那些名门正派的刀口，指向的便不只是我，更是武当100年清誉。这份牵连，襄阳担不起。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郭少侠能有如此深厚的内功和武道修为，原来其不仅仅是武当2圣的师弟，更是我师祖的后人。怪不得郭少侠一直以来对我丐帮、峨眉还有武当3派弟子只击不杀，感情根源出在这里啊！岳掌门，现在知道为什么郭襄阳少侠会我峨眉的九阳功和身法了吧？知道了。各位掌门，情况突变，此子所行之事皆可塑根脚，眼下唯有齐心协力，共同施压，方可度过今日之祸。张真人，龙前辈，即便次子身世惊人，又与武当渊源颇深，但这绝非是他能肆意屠戮我各派弟子的理由啊！左掌门所言极是，功过不能相比。若因他是郭大侠的后人，又是您二位的师弟，宁可罔顾江湖道义，那我等天下正派岂不是成了笑话？阿弥陀佛，
张真人、董真人，凡事逃不过一个理字。若不能给天下英雄一个公正的交代，只怕您自此多事矣。放你娘的狗屁！我小师弟所杀之人，皆是江湖败类、武林公敌，尔等先前都瞎了吗？郭襄阳所屠性命数千余口，江湖各派皆有惨死在其手中之人，老衲就不信这其中没有无辜之人。你找死！老子他娘的不管什么江湖道义，老子只知道他是我董天宝的师弟，是两位师父想用性命护着的人，更是郭襄武侠死前托孤于吾手的唯一血脉。他就是动我董天宝。前辈，你仗着通天修为如此蛮横，这岂是正道所为？正，老子就是正道。今天老子把话放在这里，所有参与围攻伤过我师弟的门派，有一个算一个，掌门、长老自断双臂。参与此事的掌事、众弟子自废武功，否则老子亲自送你们正派上路。怎么，都在等老子动手？那就从你这狗东西先开始。你不能！哼！一群臭鱼烂虾，也配在老夫面前聒噪？先前一掌只有2成功力，这一掌……师兄且慢！哎呀，小襄阳，莫要拦我！这群杂碎如此伤你，我今日必为你讨个公道。师兄，仇是要报，但盲目杀戮解决不了根本，恐会伤及武当百年声望。既然他们要公道，我便给他们公道，让他们看清楚我到底有没有滥杀无辜。族长们，接下来我们该如何？还能如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但愿各派的祖师们能尽快赶来吧。武当虽已分散，可方才通过传音，早就发现了隐蔽的下山之路。现五派弟子均已赶往山下，通知各宗门老祖。在五派祖师齐聚，再加上所有掌门、长老、弟子之力，老大就不信他武当还能这么嚣张。好戏这才刚刚开始。天哪！想不到武林中早就失传100余年的内功心法、武功秘籍、绝世神兵，都在襄阳地下。这暗示任何一件东西放在江湖上，只怕都会引来无数腥风血雨。该死！我等五派苦苦寻求不得，没想到竟然全在这里。这些东西，我嵩山必须全部得到。原来如此，想不到小襄阳的武功根基在此啊！怪不得他内力兼具阴阳之妙，变化无穷，掌法和身法又高深莫测，原是得了郭家几代人的真传。郭少侠好厉害，难怪如此年纪就有化境大圆满，距宗师境界一步之遥的修为。
哎呀，大爷，求求您饶了老朽吧！老朽家中实在没有多余的钱粮了。实不相瞒呐，老朽和孙女儿都3天未曾进食了。一边去！老子先前的话还说得不够清楚吗？要么给钱，要么给粮，要么就死。当然，你还有第3条路，那就是把它卖到窑子里去。不过卖之前，得先让老子爽一次。大爷，老朽给您磕头啊！求您高抬贵手啊！他妈的，聒噪！爷爷，小娘们儿，此地就剩下你我了。娘的，是谁？尔等江湖败类，武林驱除，不配知晓我的名讳。装神弄鬼，给我上！杀了他！找死！你到底是谁？忘性可真大呀！当年污蔑我偷盗，抢走了钱粮，还说我是魔教之人，这就不记得了？啊，是你，你就是当年的那个小杂种！你不能杀我，不能杀我！我可是嵩山派的长老，你要杀我，必遭嵩山派报复。你若敢杀我，你今日定走不出这！聒噪！回去告诉左禅，当年的债我张襄阳会一笔一笔亲自讨还。谢谢。哎呀，杀得好啊！哎呀，这等门派不灭全宗，他妈的都是仁慈。若老夫当年知晓2位师傅的死因和这诸多事迹，岂会等到小襄阳动手报仇？实属好样的！当年华山、嵩山2派勾结援兵围杀师祖，想来师祖杀光了嵩山，接下来就是华山了。哈哈哈哈！这次劫掠收获真不小啊！没留下什么后患吧？关爷您放心，我华山弟子出手，保证绝无活口。哈哈哈！好，等刮发了这批金银，我们赶紧赶往下一个。抱歉，没有下一个。谁？取你们命的人。好小子，口气不小啊！别以为学了点3脚猫的功夫，就敢在这儿大言不惭。你既敢闯入，那今日便死在这儿吧！这是屠龙刀，你究竟是谁？屠龙刀，王爷苦苦寻找多年的神兵，绝不会有错。看来今日不光有金银瓜分，更有神兵机缘。小子，留下宝刀赶紧捆，念在你深夜献宝，我不杀你。没错，不想死的话，乖乖留下神兵，听到没？哼，这么多年过去，尔等的嘴脸还是让人如此恶心。当年你们害我师父，烧我家园，今日必死无疑。你是？
此人杀我派长老，分我分舵，快杀了他！杀！杀！我全真教，下一个便轮到你们了。敢问居士所来何事？寻找故人。哦，不知居士所识之故人是我全真教哪位弟子？白通、白凡、白明。嘿嘿，居士可知他们是何人？不知。这三人是我全真教新晋的3名内阁长老，乃我教德高望重之辈，若无身份，不予通传。倘若我非要见，放肆！你以为你是什么人？赶紧滚！我内阁长老不是什么阿猫阿狗、江湖杂碎，想见就能见的。人心好静，而欲牵之；若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望诸位弟子都能谨记于心，探欲实体，得求正道。白通长老，弟子不明白您方才所讲，可否细细阐述？相对于本体之心而言，欲就是恶魔，由欲造成的后果就是过错。要求心境空明，就要遣其自身欲望，这是除恶悔过的核心。多谢白通长老，只怪弟子太过愚笨，还做不到遣欲静心。无妨无妨，正所谓大成若缺，其用不比；大盈若冲，其用不穷。不必追求事事完美，留有余地，保持谦逊，虚怀若谷，才能不断成长。说得好，虽不知白通长老这些年可否做到除恶悔过、虚怀若谷、为而不争之境，但这番不要脸的行径倒是和当年一模一样啊！儿是何人？怎敢擅闯我全真教分舵？这位居士，方才听你之言似有所指，不知我们可否相识？你此行的目的又为何？江湖故人都不能辨识，白通长老真是好记性啊！属贫道眼拙，未曾识得居士，还望居士告知。无知名讳，尔等不配知晓。你只需要知道，18年前我曾在此处担当杂役弟子。什么？18年前？好像那时候白通、白凡、白明3位长老也在此处。没错，那时候3位长老还只是全真教的外门弟子呢。你是当年那个父母双亡而欲要前去武当拜师学艺，路过本教分舵时叩门乞讨的孤儿？什么？哼，看来只有白明长老尚未将那段往事彻底遗忘了。这怎么可能？你当年不是刺杀了1名援兵，最后被逼上深山跳崖自尽，尸骨无存了吗？对，定然不是他。究竟是谁？因何要冒充？18年前，我2位师傅被杀害，满身伤痕的我，在逃亡途中叩响了全真教的大门，只为讨一口吃食。正是白长老你亲自给我开的门，一脚将我踹进泥坑里为我洗澡，还给我吃了发霉生硬的馒头。难道这些都忘了？竟真的是你！看来当年你并未跳崖身亡，而是苟活了下来，还得到了一些机缘啊！既是故人，那汝今日重返我教分舵，到底所谓何来啊？莫不是来寻仇的？小子，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别以为你获得了一些机缘就可以目中无人，胡作非为。这里可不是你能诈会的地方。识相的话，就赶紧滚！
报不报仇，先放到一边。当年此中经历的所有，其实我并未放在心上。今日寻故，只为问道。问道？白通长老方才不是说，浅欲静心是除恶悔过的核心？对，此乃太上清净经所言。此经我也曾拜读过，它其中还讲，善者自兴，恶者自病，强调现世报应的及时性，认为行善会立即积累福报，行恶则招致灾祸。此言可对？没错。既是善恶极报，那为何这世道贪赃枉法、杀人放火、强取豪夺、滥杀无辜者们数十载仍在逍遥法外，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者却都不欲生，形影相吊。这既是善恶极报，那为何园庭那些狗仗官势、阴险狡诈者，奢华极致、荒淫无度，心怀善意、磊落老实之人却命运多舛、劫难不断？我敢问白通长老，你等三人曾做下过那么多孽事，残杀过那么无辜的老实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这么多年可否除恶悔过？可否善恶有报？放肆！你莫要胡言乱语，在这里无中生有，信口雌黄。来人呐，此人辱我等过甚，速将此人拿下。师兄，此人胡编乱造，污我等清誉，应该就地格杀。没错，这小杂种，我看今日就是来寻死的。既然他活得不耐烦了，那我等便成全他。成全我，就凭你们这些臭鱼烂虾！哼！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莫要以为有点修为就能肆意妄为，此处精英弟子不下100人。其实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之地。莫要说你们这分舵，便是全真教总舵，我也能来去自如。3息之内不退者死！3息之内不退者死！狂妄无知的小辈，不知天高地厚，老夫苦修数十载，以半只脚入化境，别想念在过往交情，留你个全尸。你非要敬酒不吃罚酒，那就怪不得老夫啊！聒噪！天哪，仅一击呀，就将先天期大圆满的白帆长老打成了重伤，这还是人吗？太恐怖了！此子只怕修为已达到化境后期。都愣着干嘛？还不赶紧给我杀了他！我从未否认过道经真理，可我却看不惯尔等借着道经所言蛊惑人心，搜刮民脂民膏，屠戮无辜百姓。饶了我！求求你，饶了我吧！只要你能放过我，财宝、女人，我统统都可以给你。我并非嗜杀之人，方才问道之时也给过你个机会，可这结果我不满意。
如此看来，除了3日前与8大派众高手的那一战，襄阳师叔的过往记忆，眼下已全部呈现。是啊，不得不说，咱们师叔是真厉害，也真有魄力啊！哈哈哈哈！好，干得好，过瘾呀，真他娘的过瘾！狗修数十载，出山第一件事就是讨血仇，杀猿狗，出手杀伐果断，却又不失侠者本色。这脾气，这性子，我喜欢！哈哈哈哈哈！哼，襄阳少侠过往种种已尽在于此，这下看你们还有何话说？阿弥陀佛，即便先前所行诸事皆有缘由，其中被他所杀的无辜弟子仍不在少数。这些私仇如此滥杀，难道还不算滔天罪孽吗？冤有头债有主，无论是何等因由，也不能如此滥杀。纵观这魔头行事，所到之处，杀尽、毁尽、焚尽，此等劣行，有目共睹。秃驴，你休要胡说八道！我师叔动手之前，分明已警醒过无关弟子，是他们不分黑白，率先发难。此等情况之下，难道我师叔还要伸出脖子等他们砍不成？这些秃驴整天就知道拽那些陈词滥调，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无害无涯，回头是岸，通通都是狗屁！你什么你？依你之言，别人都要杀我了，我还不能还手？还手就算滥杀。若是襄阳少侠这件事落在我身上，别说是焚毁分舵了，就连你们总教的一条野狗，我也不可能让他喘着气。你这分明是在强辩，意图替这魔头脱罪。两位前辈，切勿动怒啊！众人只是就事论事，并非故意找您师弟麻烦。张真人、董真人，容某说句公道话。即便郭襄阳出手，皆因他人寻衅在先。可1个月前，他与5派弟子那场大战，可无人主动招惹他呀。那场大战，我无数弟子皆被他所杀。倘若今日2位前辈非要置若罔闻，不讲公道，那贫僧也无话可说。娘的，还敢威胁我！即便我小师弟杀光你们5派所有弟子，那又如何？尔等敢如此重伤于他，今日你们5派有一个算一个，谁也别想走下这武当山！哼，先前若非我小师弟阻拦，老子早就把你们杀光屠尽了。你们不服啊？可以一起上啊！老夫也想看看，如今的武林都是一群什么货色。2位前辈，且慢。师祖，师祖终于来了！这是华山隐世多年的老祖，他竟然还活着！方清前辈30年前便已剑法通神，传闻他早已窥破宗师门槛，没想到今日竟亲临武当。宗师境中期，虽不及张真人，却也绝非寻常宗师可比。切，这岳群好生歹毒，打得一手好算盘呀！堂主，此言何意？今日其派齐聚武当，名为公审襄阳少侠，暗卫争夺神兵与秘籍。岳群留了一手，让其师祖一路随行，关键时刻再出手。你说阴险不阴险？还好老夫早有准备，可惜神兵和秘籍华山是得不到了。不过有师祖在，看他们谁敢动我华山派！弟子岳群恭迎师祖。今日武当欺人太甚，东前辈更是欲屠我华山满门，弟子实在是……闭嘴！都先给我跪着！40余年未见，2位前辈风采依旧，老朽华山风清，有礼了。冯道友不必多礼。
此件之事，老朽已有耳闻，一切恩怨多起于贪念与误会。师祖，并非误会。张向阳杀我华山弟子，董前辈仗着修为，更是当中放肆！是非曲直，老朽自有判断，何须你在此聒噪？狗东西，蠢笨如猪！张真人修为已是宗师境巅峰，本真人早已达到陆地神仙境，再让他出口，父只怕今日走不出这武当山了。二位前辈，今日之事是我华山多有冒犯，老朽愿代华山向贵派及这位张小友致歉。此事既已明了，便到此为止。我即刻带华山弟子下山闭门思过。华山弟子，随我下山。我让你们走了吗？前辈这是何意？老朽已代华山致歉，若非武当真要赶尽杀绝，天下武林为敌不成？哼，风老儿，你华山伤我师弟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与老夫为敌呢？一句轻飘飘的误会就想结过，那前辈意欲何为？非今日真要血染武当，掀起一场席卷武林的腥风血雨吗？血染武当，哼，你也配！3息内欺我师弟者，自断双臂，自废武功，否则死！今日之事怕是真的无法善了了，只看其他几位门派隐士的老祖能否及时赶到了。龙天宝，你莫要欺人太甚！欺你又如何？终于来了！恭迎老祖！嵩山左镇，昆仑合足道，少林空性大师，这些老东西怎么今日都齐聚武当山了？倘若他们联手共抗，情况不妙啊！今日武当还真是热闹，多年未曾蒙面的老家伙们都齐聚。我等若是再出现的晚一些，只怕武派今日都要被武当覆灭了。阿弥陀佛，董真人、张真人，冤冤相报何时了？何不各退一步？退？怎么退？我小师弟先前诸事已有公论，我的这身伤还没个交代呢。张真人，您是得道高人，当知天道循环，因果有报，何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非要掀起血雨腥风，致使武林凋零才满意？哼！纵然华山有错在先，也罪不至满门诛绝。人皆有善恶，岂能因门下几人作恶，便否定一整个门派？张真人、董真人，令师弟既已无恙，各派也多有损失。今日之事就此作罢如何？老衲等愿作保，诸派严惩首恶，予以补偿。二位师兄，此事因我一人而起，既然几位前辈愿做调解，冤家宜解不宜结，不如就算了吧。今日之事绝无任何余地。你还有你，一起上吧，让老夫看看这么多年你们这些躲在深山里的老王八到底长了多少能耐。投了这座山，还不一起出手？覆巢之下无完卵。既然武当执意要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武林，那也休怪老衲动手了。
想不到大师兄修为竟然如此高深莫测，这等实力真可称得上天下第一人。糟了，这老家伙竟然还能吸取我等内力！现在万不可轻举妄动，否则必遭反噬，只能寄希望于尔等都愣着作甚？再不出手，吾派所有弟子今日必葬身在这山上！哼，一群老不死的，5打1还搞偷袭，真是无耻至极！师兄，你尽管放心走，师弟我给你镇着这头。五派弟子，大家一起上！即便他张三丰再厉害，也难敌我五派所有进攻。真当武当没人帮衬是不是？今日谁敢动武当，谁敢动襄阳少侠，便是与我峨眉为敌。峨眉弟子结剑阵。白帮主灭绝师太，尔等心意老夫心领了，但纷争之事还是让我们这些老家伙来吧。老夫近100年参悟太极精要，今已大成，五弟襄阳，认真看。太极者，无极而生，动力之基，阴阳之母，无招无式，意在尽先。还有你，住手！住手！阿弥陀佛。董施主，100年杀伐，戾气未消。您这一掌落下，华山血脉断绝，与您所憎恶的援兵屠城又有何异？老秃驴，你是何人？老秃驴，你是何人？老衲不过山中一野人罢了，今日出现只为化解武林血雨。此人高深莫测，少林派什么时候多了一位这么厉害的人物？此人究竟是何人？一身实力竟与我不相上下。张真人，太极之道近乎天道，
老衲佩服。大师佛法无边，贫道惭愧。小施主不愧为襄阳国家之后，侠肝义胆，嫉恶如仇，武道修为不俗，真乃少年英雄。太师叔，这大师是我少林之人吗？为何从未见过？阿弥陀佛，真没想到我少林派还有一名得道高僧，只是近100年来老衲一直没有察觉，真是罪过罪过。敢问神僧法号？阿弥陀佛，老衲早就忘却自身法号名号，执着于有无，只会徒增虚妄。然今日之局若不解，100年武林恐再无宁日矣。众位，今日纷争皆因贪嗔痴而起，若真在此地与武当拼个鱼死网破，纵然胜了，武林凋零，元气大伤，岂是正道所为？襄阳小施主杀孽虽重，但事出有因，其所诛之人大多罪有应得，此间因果岂是杀伐可解？大师，难道就任由此次逍遥法外？我各派弟子岂不白死？董真人、张真人，金珠派以元气大伤，也算您二位为师弟报了私仇。老衲有一提议，既然今日纷争由襄阳小施主而起，不如由张襄阳小施主与5大派选出弟子，公平比试5场。若张襄阳胜，则往日恩怨一笔勾销；若败，则请张真人、董道友约束于他。如此，既分高下，也断因果，动干戈，可好？哼，老子纵横江湖100年，你这秃驴算老几？凭什么听你的？师兄，我答应。什么？师兄，你的拳头是为打碎不公，而非屠戮众生。这份业障因我而起，还是由我来断吧。大师所言有理，个人恩怨不该累积宗门，更不该让武林血流成河。晚辈愿接受此意。此事因你而起，亦因你而终。小施主敢做敢当，能亲自阻止武林这场莫大浩劫，真乃菩萨心肠。诸位以为如何？神僧，此言有失偏颇。没错，众所周知，这郭襄阳一身修为已入化境，若无老祖们出手单打独斗，我等5派弟子无一人是其对手，不公平。这不明摆着让我们5派惨上加惨，输上加输吗？既然如此，倒不如杀出一条血路来。尔等技不如人，怪谁呀？堂堂5大派掌门，竟个个都不如我这未到而立之年的小师弟，真是丢人现眼。仁僧，若是比试，也并非不可，但有一个条件：郭襄阳不能使用他现在所学的自身武功，只能用方才张真人所教之技。如此一来，这才公平。你这话就是放屁！太极神功我等学了20载都未见小成，我师叔才恢复伤势，且从未学过太极神功，不用成名绝学，限制场学艺对敌，怎么与你们比试？是啊，这等条件不就相当于捆着双手双脚等他们来打吗？既然都不同意，还请神僧让开，老夫再与董真人过上300回合。哎呦喂，疯老儿，你脸皮真他娘的够厚啊！你连老夫3招都接不下，还大言不惭的你300回合，你这不纯找死吗？阿弥陀佛，诸位无需争辩，成与不成，且看看襄阳小施主是否同意。好，我答应。小襄阳，先前心法你已记下，接下来的招式你可要看好喽。听着，
为兄这太极神功跟当今武学全然不同，讲究以静制动，后发制人。起手式揽雀尾，提手上势，搂膝傲步，抱虎归山。原来如此，太极即是以慢打快，以静制动，阴阳变化，果是精微奥妙的上乘武学。小襄阳，这套拳术的诀窍是虚灵顶劲，含胸拔背，松腰垂臀，沉肩坠肘，16个字纯以一形，最忌用力，形神合一，尽断亦不断。你可都记下？只记住了一半。这可怎么办？哎呀，张真人，你这太极神功太过深奥，仅仅看一遍，襄阳少侠怎会记得住呀？是啊，张真人，此等高深的上乘武学，天资绝佳者10年才可小成，短短半刻，襄阳少侠怎能以此迎敌呢？小襄阳，临阵磨枪也是难为你了，现在怎么样？忘记了一大半。糟了，时数越忘越多，这可暂生是好。张真人，您要不再试一次，给襄阳少侠瞧清楚啊！那现在呢？已经全部忘记了。好，忘得真快呀！这师兄弟两个到底在干什么呀？临阵学武，简直是找死！嵩山左禅，这就来领教领教武当的高招。师傅，您的剑。对付此等可笑之辈，何须用剑？阿弥陀佛，这第一场是武当赢了。下一个。华山、昆仑、全真，尔等一起上，张襄阳何惧？恕我找死！某岂不如人，甘拜下风。此子好生厉害，昔日恩怨就此了结。事后全真，绝不再提旧怨。阿弥陀佛，小施主武功盖世，老衲佩服。五大门派是否还有不服之人？哈哈哈哈！好小子，真有你的，老乞丐服了。祖师有后如此，九泉含笑。哎呀，算你小子没丢老子的人。此前约定，各派都已谨记于心。张真人、董真人，您二位看如何？哼，罢了，我小师弟把他们各派打成这个球样，老子也断了4派老祖的手脚，此事可以作罢。但倘若日后再生波澜，老子必让他们全派陪葬。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今日之后，望襄阳少侠继续以侠义为先，以苍生为念，如此江湖幸甚，天下幸甚。多谢神僧指点。望各位谨记教训，武林需要的不是称霸，而是公道与安宁。阿弥陀佛，问菩萨为何倒坐，只叹众生不肯回头呢？
小象牙，你当真不选择留在武当吗？中原大地天灾不断，哀鸿遍野，援兵铁蹄未远，三大魔教妖氛又起。我想行走江湖，惩奸除恶，即便不能改变这世道，可也要对得起侠义二字。可是，二位师兄，我这前半生皆在杀戮与复仇中度过，我想重新看看这世界，看一看这江湖。我想拥有一种不一样的活法，毕竟江湖不仅仅是打打杀杀。小翔阳长大了，雏鹰羽翼已丰，该去属于自己的天空翱翔了。